美国那个大而美法案到底通过了没有？这个法案到底是讲什么的？如果通过了，对各类资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今天呢，我们就一次讲透大而美法案。截止到现在呢，这个大而美法案在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，参议院呢也通过了关键性的程序性投票，但是最终完整的表决呢还没有进行，预计在7月初会最终投票。也就是说呢，它已经迈过了最难的一步，但是是否100%会通过，还要看最终的一个投票的结果。这个法案到底在讲什么？所谓的大而美 One Big Beautiful Bill，就是特朗普团队和共和党推出的一个超级的综合法案。它的主要内容啊，包括这么几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延续性的减税政策，继续让企业和高净值人群的税负保持一个低位。其中有一项啊，就是说要继续执行之前2017年的减税法案。大家可能还记得，2017年呢，特朗普签署了减税和就业法案，从2018年1月开始实施。当时的目的呢，就是要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，重振美国的制造业。那当时企业所得税呢，从35%降到了21%，个人所得税的大部分税率也有所下降。这次呢，特朗普要延续这个减税的政策，让个人和公司继续少交税。还有啊，比如说不收小费税啊，不收加班税，给65岁以上老人额外4000美元的扣除等等吧。那就这一部分政策实施下去呢，相关机构算出来啊，美国政府一年呢要少收1.2万亿到1.5万亿美元的税收。第二个主要内容呢，就是提高地方税的抵扣上限。地方税就是美国的州和地方税，那从现在的1万美元会提升到4万美元，那就意味着美国中央政府的收税又少了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要增加国防和边境的支出，用于购买国防设备、移民管控等等。特朗普一直心心念念着要修边境墙，那这个法案里呢，就安排了大概460亿美元，边境巡逻人员也需要经费呀。那这一块呢，又拨了410亿美元，还有呢，要赶走一些非法移民，也得花呀，大概100多亿美元，再加上其他各种各样的支出，那算下来呢，这一年呀，就得额外多花3000到5000亿美元。第四个大类呢，就是收紧部分社会福利支出，比如说医疗补助啊和粮食券的这个资格呀。这里面呢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让搞新能源汽车的马斯克非常不高兴，那就是法案还要减免对于清洁能源的抵免，那反而增加对化石燃料的支持。那么它的收紧的这部分呢，预计呢就是10年的话会减少1.2万亿美元。第五个重要内容呢，就是提高美国的债务上限到5万亿美元，允许美国在未来的几年呀大规模的举债。未来美国政府呢要在哪些方面花钱，哪些地方省钱？那咱们都能看出来呀，这个花钱的地方啊是大头，减税就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。那根据相关的测算啊，一年收入会减少4.5万亿美元。那么这么一来二去呢，未来1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大概要增加3.3万亿美元。好，那钱从哪儿来呢？只能继续借债。所以啊，这最后一条就是关键中的关键了。那特朗普为什么要推这个大而美法案呢？因为特朗普要继续当总统嘛，他为了赢得中产和富裕阶层的选票，他要保证减税，让高收入人群受益。同时呢，他增加了国防和边境安全，以稳固保守派的支持，又用家庭抵税等笼络了部分中产家庭。那同时呢，刺激经济继续增长，为他的中期选举加分。那这个大而美法案有可能会被否决吗？虽然呢，现在程序性的表决已经通过了，但是这个法案依然可能遇到以下3个方面的阻力。首先呢，就是参议院内温和派共和党有可能会反对，因为他们一直反对过高的财政赤字。第二呢，债务上限问题有可能会引发市场的动荡。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美国众议院的2次表决，如果有关键选票跑票的话，那么也可能会造成这个法案最终通不过。所以的话，如果共和党内部出现了分裂，或者市场出现了巨大的对美债危机的恐慌，美联储和财政部可能会施压，那法案呢可能会被迫缩减，甚至是搁置。
如果大而美法案最终顺利的通过，又意味着什么呢？首先呢，美国将会继续赤字财政和宽松的税收，短期内会刺激到美国的经济增长。第二呢，国防和部分的基建产业肯定是受益的。那然后呢，美国的国债规模肯定会大幅增加，美国借债的成本可能会上升，还可能会引发市场对美债危机的恐慌。再有就是全球市场的资金流向呢，可能会重新的洗牌。短期来看，大而美会刺激美国的经济增长，长期呢会加大美国的债务风险。美国借新债还旧债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就是美元依旧能够维持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的地位，它的美元霸权能够不倒，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呢愿意去买美债。那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呢，只要美元的霸权地位依然还在稳得住，那他就不用特别担心本金还不上的问题。接下来咱们重点聊一下这个大而美法案如果通过了，利好什么，利空什么。短期来看呢，肯定是利好美股里面的军工、能源、大型科技公司，也会利好美元，因为有经济刺激和利率的支持，也会利好高净值人群和美国的高端房地产。短期来看，什么利空呢？美债的价格肯定会下降了，美债的收益率会上升。那短期还会利空黄金，因为美元和利率的强势会压制黄金的价格。中国的 A 股和港股也会受到压力，因为资金呢会回流美国。但是中长期来看呢，这个大美利法案的通过呀，会让美国的债务持续上升，可能会引发利率的上行，压制美国的股市估值和美国的房地产。那黄金和抗通胀的资产呢，可能会在债务风险释放的时候呢，转换为受益的资产。然后咱们再来分析一下大美利法案对各大类资产具体的影响。那对于美股来说呢，短期肯定是利好的，特别是国防、能源、大型科技公司，因为这些企业的税负降低了，他们的订单会增多，反映在资产负债表，利润会增加。但是美国政府长期来讲，它的债务压力和利率的上升呢，可能会压制美国股市的整体的估值，所以从长期来讲呢，美股会是一个震荡的趋势。再来看美债啊，美国债务的增加会推高美债的收益率，造成美债价格下跌。短期呢是不利于美国的中长期的国债的。美元呢肯定短期会走强啊，吸引全球的资金回流。那房地产呢，高端的房地产是利好，因为美国的财富高度的集中啊，减税呢对这些富人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利好。但是对于美国中低端的房地产市场来说呢，会受到利率上升的压制，普通老百姓的房贷负担会加重。对于中国的房地产来讲呢，美国大美利法案呢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啊，咱们中国的房地产更多的还是受国内的政策调控和信贷环境的影响。但是对于 A 股和港股来说呢，如果美元走强，美债收益率升高，可能会引发资金流出的压力，短期内A 股、港股会承压。黄金呢，短期内肯定是震荡偏弱的一个走势，因为受到美元和利率走强的一个压制。但是长期来看，美债的风险和通胀预期的上升，会导致黄金的价格呢可能会重新的上涨。总结一下啊，如果你想抓住大而美法案带来的投资机会，记住呢，短期看政府的刺激政策，中期呢看债务，长期呢要看风险。如果想跟踪大美利法案的最终进展和对各大资产的影响，欢迎关注我，我会为你破解财富密码。我是素，我们下期见。